扬州骨子里透着2个字：精致。走到这种秘境的地方，吃到扬州美味的早茶，我们现在过得那真是太快活了，太雅了。精致的景，精致的人。当然，对于吃货的我来说，最吸引的必须是精致的菜。果然是烟花3月下扬州，胖友吃到肚难收。扬州是个休闲城市，早晨皮包水，下午水包皮。扬州人吃早茶的还多呢。扬州的包子包打天下，扬州的炒饭炒遍全球，扬州三马道走遍世界。这位大爷从上车起就满是自豪地推荐着扬州的早茶，正好在点，去尝尝。扬州的早茶江湖，门派众多，竞争激烈。4大茶社占据着扬州早茶的半壁江山。3丁包、5丁包、蟹黄汤包、双麻烧饼、月牙蒸饺，各家店都拿出看家的绝活，稳固自己的江湖地位。与千层油糕并称扬州双绝的翡翠烧麦，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早点。趣园茶社正是凭借这一道早点登上早茶江湖人气 Top 1。不同于其他荤馅的烧麦，翡翠烧麦用荷叶状薄皮包裹精致菜馅，馅心碧绿，色若翡翠。扬州人在精致这件事上越走越远，从不回头。我们不在于吃，而在于优雅，享受优雅。这就是我们扬州人的一种素质生活。扬州的早茶的流行跟当地的文化渊源有关系。扬州历史上呢是盐商聚集的地方，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说吃早茶。当年的这个早餐呢，一般都是在这个运河的码头边上，实际上是大家在这方等信息。它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一个地方。拐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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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拐了。扬州很多人上班时间是匆匆忙忙，不得时间吃早茶的，一般就弄个阳春面，2个包子去上班。听大爷这么一说，这阳春面应该是扬州干饭人的早餐首选了，这也得尝尝。来阳春面，干挑干挑。然后再来一份锅，再来。这表成都的米来了。上汤。好，有点油，新鲜。到小三，到三。哎，慢点啊！小伙子吃什么呢？王师傅，焦家巷面馆第3代传人，过目不忘，记得每一位客人的口味，是王师傅下面40年操练出来的看家本领。好，干嘛手？老味道。看看，走，坐，哎，坐。说的每口都记得住。我不可能吃啊，高一点可能我都记住。小弟，小弟啊！小丽，焦家巷面馆第4代传人，王师傅的亲传弟子。哎呦喂，饿得吃过了。不过似乎还没得到师傅的认可。这记不住，退换。我完全就是说记不住，但是做的时间长了会记得住。就像我师傅吧，每个人来他都知道的，他毕竟下了40年的面了，他能记得住，我记不住。我也刚刚起步，对吧？不，秘书，
哦，行，米少。开了，大火。行。啊，肉吃烂米牛。哎，这样，小火，羊肉，可以了，炒，起锅。好嘞。一碗饺面，然后还有一碗馄饨。一碗3碗。对。一碗阳春面，底料讲究，才能应对挑剔的嘴。鲜香味美，它的虾子酱油嘛，我今天吃了已经3碗了。饭里点小云说你的啥也得，别人觉得吃掉，好的不得了。就2个字，好吃，nice。而底料的秘诀来自酱油和虾子。选用本地的黄豆酱油，放入生姜、洋葱、小葱、盐等调料进行熬制。祖传秘料的加持，让这锅熟酱油变得醇香浓郁。这就是焦家巷版的熟酱油，韵味。而每天送过来的虾子，则必须小火不停翻炒，考验的是极致的耐心，直到虾子格外鲜香酥脆。调料入碗，那就先让碗在水上漂一会儿。虾子、酱油在高温的作用下相互交融，鲜香四溢。有点把持不住了，小丽，快下面吧。面店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人最久远的，解放前就有了，都是高邮的，都上学，回家第一件事就吃阳春面，保持这个老的味道，叫回味无穷。羊肉味怎么样？杠杠的。高峰过后，是王师傅的休闲时光，也是师徒俩的 battle 时刻。小弟啊，拿这瓶啤给嘛。他酒喝了，你们还不知道什么德行吗？新娘跟我说，你不要给酒给他喝哎，劝不了，师傅就是师傅哎。昨天没给他酒喝，他生气了，他说二，你酒也不给我喝了。我说不是不给你喝，你今天已经喝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小弟啊，我回去了啊，抓时间慢点的啊。哦，对。走了。谁呀？走了。师傅终究是师傅 ，battle 过后便早早回家。小丽上位，打点着店里的一切。老人是吧？那就加点汤啊。别太对我了，我这不干这个行了，我什么事情全部交着了，忙起来了都喊我，王师傅来帮个忙，我肯定来。好嘞。他已经69岁了，他手上才做了几个小时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岁数大了，然后再加上灶台那边，每天都是免费增张的。必须得撑到底，这个店都会一直开下去，100年老店，一直会传承下去。指路的师傅终究有一天会离开，尽管传承之路尚远，但有这碗面在，小丽的路就有方向。再扛半年，差不多我姐就回来了，然后我们2个人会交错，这手艺会传出去，一直传下去。淮扬菜的江湖竞争激烈，阳春面还只是入门级。来，你来试，把它先做到原胚子、原体。这位淮扬菜料理人为了巩固江湖地位，早早就开始培养继承人。这行业是我给你选的，你喜欢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觉得也是。擀烧麦皮是考试里面必备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压力？有，我压力比你还大，我觉得。你看过那些米其林大厨在法国比球星都贵，你知道吗？比球星贵？
当然。老吴，扬州最不务正业最能砍的厨师。艺术的这种审美的话，大家是共性的。所以原来嘛，就是如果说光从产品去做菜来讲的话，他没有跨界的思考。未来的呈现上，产品的作品的创新上，会带来很多的助力。嚯，嘴巴厉害，手艺更厉害。师承淮扬菜大师，混迹扬州美食江湖22年，一手淮扬菜，地道。都到老吴的喜食楼了，这中午就来顿淮扬菜吧。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，在扬州，一口精致的淮扬菜，总能让你想起春天还在。曾经繁华的大运河让扬州成为了盐运中心，盐商的聚集，经济发展，攀比之心随之而起。商人斗富，厨子斗厨，去做创新，因为创新这个里面呢，需要不时不食，然后把这个季节菜各自奇思妙想去发挥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加油！斗则精，精才能守住江湖地位。这内卷，怕了怕了。淮扬刀工，淮扬菜开宗立派的基础。而淮扬名菜狮子头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也要看刀工。狮子头这道菜前期叫刀工，后期的话叫制作成型，还有火候，还有一个汤口。所以说这道菜呢，是在淮扬菜里边的话，是一道非常经典的叫功夫菜。老吴做狮子头不剁肉泥，选用五肥五瘦猪五花，切成16米大小肉丁。肉丁太大，口感过柴，不易成型；太细则不够劲道。摔打搅拌是成型关键，不停摔打半小时，让肉丁上劲，再入虾子提鲜，藕粒爽脆，咸蛋黄最后加持，使味觉层次丰富细腻。速入开水，大火定型。再入鸡汤，小火慢炖6小时。咸蛋黄、虾子、肉丁3种鲜香融为一体。最后的灵魂一击来自这勺特调卤汁。其实挺酥的，我觉得切得很精细，反正嫩。狮子头就是扬州人家家户户都会做，但是真正做到地道的扬州狮子头还是比较出名的。那个酱油就特别香，我觉得他们的独门秘籍应该就是酱油。至于卤汁的秘诀，老吴只告诉我是古法酱油。古法酱油，那我得去打个酱油。我们这个酱油呢，还是采用了我们就是老传统工艺的，就是那种叫古法酿造的。只选用本地黄豆入缸发酵，白天日晒，晚上酿露，吸取日月之精华。
至少发酵1年时间。大豆蛋白经过时间的洗礼，转化成氨基酸肽氮。这就是时间的味道，也是对古法智慧最好的传承。扬州大厨做菜，酱油是主味之一。老吴的狮子头也靠着酱油得到味觉的升华。自己拿手还不行，对接班人的培养，老吴一刻也不放松。来学习一道扬州炒饭。家里只是小试牛刀，厨房的实战才算动真格的。最简单又最困难的扬州炒饭是最佳学习科目。那其实扬州炒饭的料不止这么多，总共扬州炒饭料加起来10几种，号称18种。那今天这几个是要经过刀工擀面的菜。来，爸爸先切这个啊，切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的原料抓得紧，可以直切片刀，飞刀的刀法，前切后拉叫锯刀，防止它连筋。扬州炒饭食材有料，炒制过程也极其复杂。鸡蛋需要在油锅中拉成桂花状，鸡肉、胡萝卜等上10种配料浓缩进一锅小小炒饭里。一碗小炒饭深藏功与名。加葱花，试试看。3毫米大小，跟前面差不多。那你现在有的大了。看这个样子，小伙子还得多多加油啊！油不能大，然后还不能粘锅，那么你看他目前来讲的话，能接受这个职业来讲，我觉得都很不错，这是我非常欣慰的地方。至于他未来能走到什么样的，那是一定是看他。这个虾子是特别提鲜的。老吴把儿子下放到厨房各个岗位学习，在他看来，学厨就得从小事学起，基础扎实了，传承这条路才能走得踏实。闻一下香不香？怎么样？给你吃的好吧？又到饭点了，中午吃了顿大餐，晚餐就买点小吃解决一下吧。看看这街上有什么好吃的。我吃不到啊，一副装是一副钟那个。哎，等等，为什么这条街上的美食摊只有卖鹅的？我们扬州这个街道上面，什么摊位是不允许摆的？只有卖老鹅的可以摆。老鹅嘛是扬州的品牌，一定要在马路面上可以摆，觉得这个才是最正宗的扬州老鹅，是一种情怀和这种扬州人的生活节奏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本地老饕告诉我，在扬州，盐水鹅的名气几乎与瘦西湖齐名。扬州人也给盐水鹅取了昵称“老鹅”。54，这87，小的个青啊。你们多个后干啥？啊。还有3个4万，这个48。谁？这个120，谢谢啊。是，我可以查好处。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漂亮，她没有缺点，在我心中她是很完美的。这个古筝她也会，她唱歌也特别好听，真的，她唱歌好听极了。看不见她我就难受。你给我闭嘴吧，好像。天天，小史家准女婿，因为爱情成功上位，即将成为小史老鹅2代目。抓试试，几个抓试啊？和未婚妻文文组成这条街最亮的卖鹅 CP。慢点啊，你们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要什么？老鹅。我只吃他们家的，其他家的没买过。3个多的，我在天津那边选过来的。给文几的呀？最起码都这个月知道，我晓得这个的。不是他家的，我老鹅一吃就知道了，不是的，刚刚的。
平时50只，好一点100只或者100多只都有可能。扬州人把鹅吃到了极致，部位解剖精细，各有各的味儿。鹅前甲、鹅后腿、鹅头颈、鹅爪翅、鹅血肠，只有人等鹅，好鹅从来不等人。最后一只鹅分解的连渣都不剩。扬州人有句老话，就是不对着鹅能活得出羊肉。鹅摊遍布，门派之争异常激烈。30年前，天天准岳父小史从自己岳父手中接过一坛老卤，从此开宗立派，让小史老鹅火爆东城区。小史老鹅在东城区这边还是家喻户晓的，它关键味道。如今，小史已成老史，虽已不再出摊，但卤鹅还是得他出马。差不多了，骨灰开起来，我们慢慢不要紧烧了。一边烧多长时间？这个年要事情往的，要是不好的话，开始这大部分事情差不多。怎么送好，什么送不好？看人看出来了，看到那个练的不这似的。摊主传习第一课：烧卤。卤水是盐水鹅焕发光彩的决定因素。白蔻、茴香、草果、香叶、八角等8种调料按克计量入锅，没啥特别呀。把这个卤倒进去了，甜点。瞧，门道来了，这是老史从他岳父那里得到的祖传老卤，也是厮杀鹅摊江湖的制胜法宝。难怪这配方守口如瓶。各家有各家的配方，都是常用的香料。连天天都没得到，看样子得天天真正成为女婿才能继承了。烧鹅过程中水温一定要精确控制，否则肉中脂肪外溢，肉质变老。同时还需要对整鹅进行多次翻动，确保整鹅受卤均匀。3小时后出锅，自然冷却。鹅肉收缩，肉质紧实，可以出摊了。弄个后腿，再多个鹅头。那家老鹅跟比较比呢，它味道比较正常。第二个呢，它切成是老鹅，他们家比较软烂，然后小孩子一嚼就可以了。喝点啤酒带老鹅，有鹅头下酒，什么都有。哎，好了。往前来一点，这个电线杆。像我现在都是跟他微信联系，都是因为我下班迟，我要什么东西，他就给我放好了。没找出他小时老鹅，小时老鹅，我说你什么时候变成老时老鹅了？对啊，他说不可能，永远都是小时老鹅。都是正常固定时间出摊，早上10点，下午4点，雷打不动。是我的客人让我坚持，我来迟了，他们就得等我。因为他为什么让我坚持的原因，我说因为你，不信。曾经父辈们艰苦打下的基业，后辈们努力坚守，继承了绝密配方的天天，看样子能让小史老鹅至少再火爆30年。光吃鹅好像有点饿了。但是这扬州城晚上也太安静了点儿。扬州的朋友告诉我，这儿有家小店，在众多烧烤龙虾大军中脱颖而出，我得去瞧瞧。药膳鸡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好极了。1个月不来就会梦了。对，熬夜都要过来吃药膳鸡。熬夜养生，什么朋克？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可以啊。几个人啊？应该调小一点啊，小火烧啊。红牛虾这种调大一点啊。
等一下，我给你上2焖鸡啊。服务员要扇鸡，没菜单不点单，刚入座上鸡。很多下种脚大一点啊。全哥18年专攻药膳鸡，成功成为扬州药膳鸡界当仁不让的一代宗师。哎呦，你！然而宗师好像总有个倒霉徒弟。是还给呢，年少顶着。来，我来。不理说来的，倒就是一倒饭，一倒就是一倒饭，来。反正对人都是和蔼可亲的，对我就是比较凶，说话声音比较大。徒弟总是对师傅的用意后知后觉，丝毫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美味秘诀就藏在师傅的不苟言笑里。它口感好，嫩。当归、白芷、大枣、枸杞以及全哥独家的高汤料底，按照比例精确搭配。肉要严格选用60天2到3斤的溧阳鸡，这样的鸡肉5肥3瘦，入口嫩滑。剁成厚度1厘米左右的肉块，药膳汤汁能够迅速进入肉的肌里，在保证口感的同时，最大限度发挥养生作用，精致。中火煮10分钟是全哥18年的经验总结。这时候鸡肉8成熟，汁水外渗，鲜香扑鼻，是开锅的黄金时间。余温再把鸡肉慢慢煲熟，嫩滑。鲜香里还融着阵阵的中药甘味，闻着这味儿就安神补气，美容养颜了。就挺嫩的，然后跟我以前吃的药膳鸡不太一样。比较喜欢鸡汤，它是很鲜的那种，就非常 nice。汤很绝，有秘密，我们回看一下。这金黄色的酱料就是全哥的制胜法宝，全哥版鲜汤宝。不要说多行了，就是简单的说2句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这如同科学实验一样的阵势，就看出全哥的独家配方有多么神秘莫测了。吃的能不腻，清爽一点，汁肉嫩一点。除了汤底有秘密，全哥的终极蘸醋也让同行虎视眈眈。香醋打底，选用颜色清亮、口感柔和的镇江香醋。适量的白糖能够中和醋的酸味，再加入少量酱油，突出鲜味，以及一点点汤底酱料回味，药膳鸡再次升华了。他们家这个醋，就吃过他们家的，吃别的家的真的吃不惯，就是好吃。老板看他那个洁身自然生一样，然后后来他发现他挺和蔼，谢谢，可爱善良啊。在这里吃了7、8年了。上大家都是这个吃的是吧？是12年，对的，看得出来，行啊。我们30多了。30多了嘞。大学的时候才20岁。 30多了，他小孩都多大了？家里一般幸福队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姑娘。打烊了，下班了，孩子解放了，下班。直接把他倒在垃圾桶里啊！这个问人呢，因为经常给我帮忙，他懂。我不做了，肯定把这个赔偿给他。在每天忙到脚不沾地的宵夜江湖，全哥的日常活动是健身。至于为什么健身，全哥说，秘方还没传给外甥，
还得再干几年。没这样的，还没搞他呢。等我退休的时候再交代给他。反正还有精力，还在忙呢，还有精力。那你说好的噻。小丽的姐姐最近时不时来店里帮忙，看来距离小丽希望两姐妹一起做大开分店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假期儿子厨艺大涨，老吴拉着儿子出门散心。儿子过几天就要回学校了，老吴还得再嘱咐两句。今天天天收摊早，他带了一只老鹅回家和准岳父喝酒。看爷俩这兴致，天天应该快要得到那一坛祖传老卤了。扬州的美食江湖里，处处是传承的味道。每位师傅手中总是藏着独家美食密码。新一代的扬州徒弟总是尽可能地向师傅们的味道靠近，但也许时间的沉淀和手艺的磨练，才是获取密码的最佳方式。师徒闲坐，灯火可亲，就是扬州美味得以延续的精髓所在。江湖菜馆，江湖再见。